广州、上海开始出现新型的一个婚姻模式啊，绝对是颠覆你的三观，看看你能不能接受。现在在那个广州、深圳那边呀，就是这样的一个一线大城市里面，竟然啊，在00后年轻人中已经悄然兴起了一种新型的婚姻模式。这种婚姻模式啊，真的是让人看了之后呢，绝对是颠覆三观啊，颠覆我的一个五官。甚至呢，让一些老年人呢都感到羞耻。现代社会呢，科技发展就是发展快也就算了，但是婚恋模式呢，也是随着这个社会的一个发展快速的在变化，甚至呢超越了社会发展的一个前沿。从最初的一个包办婚姻啊，到后来的一个婚姻自由，又短短延续了10几年。可是现在呢，竟然呢又在大城市里面兴起了一种新型的一个潮流，反而呢是00后推崇出来的一个新的一个婚姻模式。虽然说呢，我是一个80后啊，思想也不怎么古板，也愿意接受这种新兴的事物，但还是呢觉得不可思议，无法接受。真的是不知道社会进步的是这么快，到底呢是个好事还是坏事？总感觉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婚姻模式呢，就像动物一样啊，确实呢是有点冷血的。说到这儿呢，估计很多人都已经非常迫不及待的想见识一下，那么这种新型的一个婚姻模式和我们传统的原来的婚姻模式到底有什么不同呢？那今天这个视频呢，就带大家呢好好的看一看，看看你们呢到底能不能接受啊？特别是第4条，感觉呢就像是一个动物一样啊！这第一呢，就是结婚呢是不需要彩礼的，更是不需要什么嫁妆的啊！现在的年轻人啊，都知道生活的压力特别的大，都懂得父母亲的一个不容易，结个婚呢，真的是能要那个老人半条命。所以说呢，谁也不想给谁添麻烦，谁也不想给谁制造麻烦，省得以后结了婚之后呢，还要跟着呢一起还这个账。离了婚之后呢，因为一点彩礼或者是一丁点的财产闹得人尽皆知。像这样呢，不要彩礼，也不需要任何嫁妆，双方呢都没有什么任何的一个负担，更不会因为一个彩礼的问题啊，就是男的呢就光棍一辈子，然后剩女呢就剩下来一辈子。就彩礼这个事儿啊，特别是在很多农村，就跟那个卖姑娘似的啊，动不动要10几万、几十万，所以说就造就了很多人呢根本就不敢娶这个农村姑娘。那第二个就是只领证不办婚礼啊，这个想必很多人也都从那个电视上看到过。一般呢都是2个人呢都有自己的一个事业，都非常成功，但是呢为了能够名正言顺，也是为了能够合法啊，选择了只领这个证，然后不去呢大办，不去折腾这个婚礼。整个家里人呢在这个大摆宴席之后呢，还要面对各种亲戚之间的一个往来。最可怕的是，到时候各种亲戚七大姑八大姨还要催着你生孩子，就是不生好像跟自己有病一样的。所以说呢，现在这个年轻人了根本就不考虑这种什么大摆宴席这种就是形式的东西啊。那第3就是车子和房子呢是各出一半啊，这个一般情况下来说呢都是婚前协商好的，根本不需要担心以后离婚之后这个财产到底是怎么分割的一个问题啊。要么呢这个车子呢就是各开各的，谁也不去贪谁的一个便宜，特别是在大城市里面，房价呢又这么高，一个人想拿出个1000万的一个资金呢真的是非常的困难啊，2个人凑一凑反而是更容易凑起来嘛。那第4就是生活开支实施 AA 制啊，养孩子呢也全部是 AA 制。说到这儿呢，肯定有很多人就感觉啊，这种模式呢实在是太冰冷了。如果说呢，要是双方呢谁也不想包容谁，谁也不想去麻烦谁，那么这个结婚到底还有啥意义呢？难道仅仅就是为了能够延续后代，仅仅就是为了生儿育女吗？想想以后呢，带孩子出去吃个饭也不踏实啊，就是妈妈呢是付一半的钱，爸爸付一半的钱，看病也是 AA 制，到时候让别人到底是怎么看你呢？那第5就是各玩各的啊，谁也不干预谁。这句话是怎么说呢？就是表面上虽然说结婚了，但是像这种啊，基本上都是家族与家族之间的一个联姻，实际上呢没有任何的一个感情基础。当然啊，这样呢基本上这种婚姻呢过得也不怎么会幸福的啊。那第6呢就是逢年过节呢是各回各家，各找各妈，那种人情往来呢是各出各的，省得以后呢就是天天在争着到底是去谁家过年，到底是谁去谁父母家吃饭等的，去谁家多了又去谁家少了，就是父母呢都是一样对待，索性呢都是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人情往来呢在中国呢是一个非常博大的包括精深的一个文化啊，也要考虑到以后可能离了婚之后呢，谁再去说就是谁占了这个小便宜似的。对于以上这5点的一个婚姻模式，大家是怎么觉得的？大家能够接受吗？要是资金可以的话呢，真的是可以多换几个啊。要是呢没有这个实力的话呀，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里面留言。